这2天，中国外卖圈炸开了锅。京东高调宣布要给外卖员缴5险1金，美团、饿了么也赶紧跟风表态，搞得像是突然良心发现，要给这些风里来雨里去的骑手一点温暖。可这事儿怎么看怎么不对劲，表面上是保障权益，背地里却像是当局又一次对底层老百姓下手，拿社保这把镰刀割了一茬又一茬韭菜。别急，咱们慢慢聊聊这背后的真相，看看这事儿到底有多荒唐多悲惨。先说这波操作的来龙去脉。2月中旬，京东杀进外卖这潭浑水，喊着要让物流员和骑手互通，还放出大招，从3月1日起逐步给全职外卖骑手缴5险1金，兼职的也能混上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，顺便对5月1日前入驻的商家免全年佣金。这招够狠，直接打了美团和饿了么一个措手不及。同一天，美团坐不住了，宣布从2025年第2季度起，也要给全职和稳定兼职骑手缴社保。饿了么也不甘示弱，说他们早从2023年就在部分城市试点了，接下来要铺开。到了2月24日，京东又加码，说全职骑手的5险1金成本全由公司扛。目前，京东号称有130万活跃骑手，但大部分是众包，也就是兼职，真正能拿全套福利的只是专送那帮全职的，数量没细说，估计也就几万人。这消息一出，外头一片叫好声，说什么京东有良心外卖小哥春天来了。可骑手们自己却不乐意了，网上很快冒出一堆吐槽，送单得先交押金，100块只能接最低级的畅跑单，300块接普通单，500到1000块才能碰商城单，每天还得掏3块钱买保险，外加服装、餐箱这些装备，少说几百块起步。广东佛山有个骑手实测，在商圈蹲了20分钟，愣是没等到京东的单，反而接了俩饿了么的，换个地儿还是没戏。他苦笑说，跑京东外卖比饿了么还卷，没单还得自己倒贴。还有个搞推广的网友更惨，跑了1周没挣1分钱。他找了几十家店，愿意入驻的才4家，帮着注册、填资料、审核通过3家，折腾上线又得再审一次3天，等门店正式跑起来才能拿佣金。他感慨，有老板跟我说，你们的人都跑了几十趟了，几十趟还没钱，大家还这么拼，真是卷王的天堂。这还不算，北京有个打工仔直言，外卖跑1单才6到7块，想赚200块得累死，跑300块得12小时起步。刨去吃饭40块，抽烟15块，房租30块，租电瓶车12块，一天开销100块打底，300块剩不了多少。他无奈地说，5险1金，指望不上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谁信谁傻。外卖员这活儿谁干谁知道有多苦。数据显示，全国注册的网约配送员超1200万，加上兼职的怕是得1500万以上，光美团众包 App 下载量就接近9000万次。这帮人每天风吹日晒，穿梭在大街小巷，赚的却是血汗钱。2024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报告显示，骑手平均月收入也就5000块左右，高的能到8000，低的3000都保不住。可这5000块听着不少，算算账就吓人了。以最低标准缴5险1金，按月薪5000算，企业得掏1830块，个人还得扣800块，一个月到手就剩4200不到。再加上生活成本，吃饭一天40块不过分吧？一个月1200，房租就算合租，北上广深也得1500起步，小城市500也跑不了。电瓶车租一天10块，一个月300。这么一算，5000块工资光活命就花掉3000，剩下的还得应付烟酒、手机费、意外开销，哪还有余粮攒着？更惨的是，这行当危险系数高得离谱。
2023年全国交通事故统计里，外卖骑手涉事比例占到 8%， 一年死伤好几千。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，外卖员不是在送餐，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可就算这么拼，月入过万的凤毛麟角。广东有个骑手说，想赚1万，得跑18小时起步，单子好一天能挣300，单子差就100多，平均下来也就150。记者之前联系过的2个外卖小哥，一个改行送水果零食去了，另一个号码直接空号，估计是干不下去了。这还不算完，现在外卖越来越卷，单子不好抢，单价还往下压，美团站点都招不到人，只能靠临时工撑着。一单6到7块，跑一天累死累活也就100多。京东就算有五险一金，单价低一样没人干。有人直言跑一阵子就辞了，这活谁能干一辈子？这五险一金听着高大上，可对底层打工人来说，压根不是救命稻草，反倒像根绳子套在脖子上。过去几年，美团就说过跑够多少周可以申请社保，结果不了了之。为啥？因为成本转嫁这事儿，谁都心知肚明。以5000块月薪算，企业每月多掏1830块社保费，一年就是2万多。全国1200万骑手，哪怕只有一半拿全职福利，那也是1200亿的开销。再看美团，2023年全年净利润才138亿，哪来的钱全额扛？这还不算饿了么、京东加一块的成本。业内人士算过，美团全职和稳定兼职骑手有82万，按最低基数缴五险一金，一年得155亿，比净利润还多17亿。平台要活下去，钱只能从2头榨，一是涨餐费，二是压骑手工资。涨价好说，外卖费从10块涨到15块，消费者骂归骂，总有人买单。可现在经济啥样？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城镇失业率官方是 5.1%， 实际怕是翻倍，消费力早不行了。餐费一涨，订单量肯定跌，订单跌了，平台只能裁员，最后骑手还是没饭碗。山西有个出租车司机跟记者吐槽，我们这行跟外卖差不多，我都不缴社保，活不到领的那天。身边朋友好多都断缴了，医保都不交了，谁还信这玩意儿？更扎心的是，这社保压根不是给底层准备的。城乡自由职业者的社保跟体制内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平均养老金也就3000块，自由职业者缴的最低档，退休后每月最多1000出头，大病医保听着好听，真到医院还是掏不起钱。那司机说的直白，交了也是白交，等于拿我的血汗钱养体制内的老爷们儿。咱们这种人就是被社会扔了的，谁 care 你？这事儿背后的大背景才是真让人绝望。中国人口老龄化崩得太快，2023年65岁以上人口超 2.1 亿，占 15%， 新生儿却只有900万，史上最低。社科院预测，到2035年，养老金缺口得4万亿，2050年直接飙到10万亿。过去几年，3500万到4000万人弃交社保，体制外的人越来越不信这套。可体制内的老爷们儿得养啊，全国吃财政饭的超7000万，养老金、医保全靠财政兜着。2024年财政收入17.15万亿，支出却20.65万亿，亏空3.5万亿，哪来的钱填窟窿？这时候外卖员就成了香饽饽。1200万骑手，哪怕一半强制缴社保，按每人每年2万算，一年就是1200亿，10年1.2万亿，够把缺口堵一阵子了。2月17日，高层开民营企业座谈会，要求企业为国分忧。京东这波操作80%是得了上面受益，谁乐意给自己成本加码呀？可上面脸色一变，企业不敢不从，不然前车之鉴就在那儿摆着。有分析说，这不是保障劳动者，
是救济社保金的危机。当局一边喊共同富裕，一边拿体制外的血汗钱养体制内的铁饭碗。外卖员需要社保，不如说社保需要外卖员。网上有人调侃骑手跑断腿，最后发现自己是给别人养老，自己老了还得接着跑。再看看中国底层有多惨。2024年全国餐饮收入 5.57 万亿，外卖占一半，可骑手们分到的蛋糕有多大？平均月薪5000，扣完社保和生活费剩1000就不错了。国家统计局说，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 4.7 万，年均不到4000块一个月，农村更惨， 1.9 万一年，月均1500。房价呢？北上广深均价5万一平，小县城也得8000，年轻人买房，做梦吧。医疗开支呢？2023年居民自费医疗占比 35%， 大病一场几十万，医保报销那点杯水车薪。失业率更吓人，官方说 5.1%， 可社科院估计实际超 10%。年轻人25岁以下失业率2023年一度冲到 21.3%。经济越差，外卖员越多，为啥？因为没活干的人只能跑外卖凑合。可单价还越来越低，2020年一单8块，现在6块都算好的，平台还得抽 20% 佣金，骑手到手4块多。1200万人跑外卖，撑起了外卖帝国，可他们自己呢？连个像样的家都租不起。这波五险一金操作，说白了就是当局的新套路。体制外的苦哈哈们被强制拉进社保池子，钱却流进了体制内的口袋。7000万吃财政饭的，2023年养老金支出就 3.6 万亿，占财政支出的 17%， 而1200万外卖员一年撑死交1200亿，连零头都不够。网上有人算过，体制内平均养老金6000一个月，外卖员退休1000都难，差距几十倍。更别提这社保有多黑。山西那司机说得好，交了也是白交，大病看不起，退休拿不着，等于拿我的钱养别人。这话不夸张，2023年中国医保基金结余才 1.5 万亿，可支出 2.4 万亿，亏空9000亿，全靠财政补。外卖员这1200万张韭菜券，不过是给这台机器再续一口命。这路子走下去，中国怕是要奔着全民东北化去了。东北啥样？经济差到爆，90%的人靠财政饭。2023年，辽宁财政收入2500亿，支出却4000亿，亏空1500亿，全靠上面输血。可全国都这样玩，上头哪来的钱？经济越烂，体制越膨胀，财政养的人越多，最后蛋糕不够分，每人一口稀汤，大家一起饿着喊感谢国家。京东这波，美团、饿了么跟风，表面是卷社保，实则是上面导演的一出戏。骑手们跑得再快，也逃不出这张网。1200万人，每天12小时，换来的是个空头支票，社保成了镰刀，割得底层血流成河。网上有人绝望地说，跑外卖是条死路，交社保是条绝路，中国人啊，洗洗睡吧。这话听着刺耳，可看着这数据，这现实，谁敢说不是呢？